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譚松韻、侯明昊新劇《逍遙》遭平台超點8集光速完結。近日，由譚松韻、侯明昊主演的古裝劇《逍遙》在幾乎沒有任何緩衝與預告的情況下，被播出平台突然開啟超前點播，一次性放出8集大結局，40集體量的劇集僅用11天便草草收官。這一操作迅速在觀眾群體中引發熱議，不少網友直言，這不是完結，是被送走。雙引號，在當下長劇動輒拉長播出週期，以慢熱留存為核心指標的平台環境中，逍遙的播出節奏顯得格外突兀，甚至可以說是反常。按照常規平台邏輯，大體量劇集通常會採取前期日更2集，後期臨近結局再開啟超點的方式，以最大化用戶粘性和付費轉化。而逍遙卻在還剩8集時直接開啟超點，甚至比業內常見的剩6集超點還要激進。更令人錯愕的是，劇集在開啟超點後，並未配合任何大規模宣發動作，主演未合體直播，官方賬號幾乎無重點營銷，物料更新斷斷續續，熱搜與話題榜幾乎隱身。一部夏天拍了5個月，集結一線演員，製作週期不短的古裝劇，最終卻以分銷式更新1天3集的方式被快速清倉，難怪觀眾會用棄子2字來形容它的命運。從業內經驗來看，主演合體劇宣往往被視為平台是否仍有期待值的重要信號。但逍遙播至完結，譚松韻與侯明昊始終未進行正式合體宣傳，這在當前娛樂工業體系中極不尋常。譚松韻作為國民度極高的女演員，過往作品在平台端向來擁有穩定受眾。侯明昊近年來也在古裝賽道持續耕耘，積累了相當數量的年輕觀眾。兩人首次搭檔，本應是平台重點打造的安全牌組合，然而現實卻是，宣傳資源未傾斜，播出節奏被極度壓縮，項目仿佛在盡快收尾。不少粉絲感嘆，他們甚至還沒來得及好好介紹角色，劇就結束了。雙引號，從平台角度分析，逍遙的遭遇並非完全不可理解。近年來，長劇市場整體承壓，用戶增長放緩，付費轉化趨於理性，古裝題材高度內卷。在此背景下，一旦劇集前期數據未達預期，平台往往會迅速調整策略，通過加快更新、提前超點來降低運營成本，釋放排播空間。換句話說，逍遙並非突然失敗，而是被快速歸類為無法再追加投入的項目。只是這種冷處理方式，對劇集本身、對演員、對忠實觀眾而言，都顯得過於殘酷。更令觀眾不滿的是，逍遙的完結時間點直接撞上了另一部關注度頗高的古裝劇《玉明茶谷》。在內容消費高度飽和的情況下，平台選擇硬塞式完結，導致不少觀眾直言，第一次感受到追劇跟不上更新速度。雙引號，許多觀眾還停留在中後段劇情，尚未消化人物關係與世界觀變化，結局便已被一次性拋出。這種體驗不僅削弱了情感沉浸感，也讓不少劇情本可發揮的高光段落直接被跳過。值得注意的是，拋開播出層面的爭議，逍遙在製作層面並非一無是處。服化道完成度在線，世界觀設定相對完整，情感線推進循序漸進。它並不是一部開局即崩的作品，而是一部需要時間發酵的中等體量古裝劇。遺憾的是，在如今為數據論的平台邏輯下，這類作品往往最先被犧牲。當算法決定一切，耐心成了最奢侈的東西。逍遙的遭遇其實只是當前行業環境的一個縮影。在高強度排播、項目堆積如山的背景下，
平台越來越傾向於快速試水、快速判斷、快速止損，而慢熱型作品情緒遞進型敘事正在逐漸失去生存空間。觀眾或許還能補完一部被倉促完結的劇，但行業失去的是對內容本身的耐心。如果說幾年前超前點播還只是平台在長劇尾聲階段的一種補充變現手段，那麼到了今天，它已經逐漸演變成一種內容處置工具。逍遙的遭遇正好暴露了這一變化。在數據主導的邏輯下，劇集不再被視為一個需要完整生命週期的內容產品，而更像是一個需要不斷被驗證性價比的庫存品。一旦平台判斷其無法帶來持續拉新、留存或話題增量，便會迅速啟動清倉模式，壓縮更新週期，提前超點，減少宣發投入，以最快速度完成播出義務。這種邏輯對短劇或許有效，但對40集體量的傳統長劇而言，卻是一種結構性傷害。值得注意的是，逍遙並未因為劇情大雷而遭遇集體差評。相反，許多觀眾的不滿情緒並非指向內容本身，而是集中在播出方式與平台態度上。在社交平台上，類似的聲音反覆出現，不是它有多好，而是它不該這樣結束。雙引號，感覺像還沒開始認真追，就已經被通知完結。雙引號，連罵都沒罵夠，劇就沒了。雙引號，這背後其實是一種被忽視的觀眾心理。觀眾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告知，也需要一個完整的觀看節奏。當平台在沒有任何預告的情況下突然開啟8集超點，等同於告訴觀眾，你們的追劇體驗不在優先級之內。雙引號，在輿論場中，有一種危險的簡化敘事正在形成，將逍遙的快速完結簡單等同為主演扛劇能力不足。這種結論既不公平，也不準確。從行業內部視角來看，逍遙更像是一部尚未被允許完成市場驗證的作品。它並沒有經歷完整的宣發週期，也沒有獲得平台持續加碼的機會，更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失敗。對主演而言，這類項目最大的傷害並不在於數據本身，而在於項目聲量被人為壓縮，角色討論度被腰斬，表演價值無法被充分看見。當劇集被光速送走，演員幾個月的拍攝投入也隨之被壓縮成短短幾天的輿論窗口。逍遙的題材定位其實非常典型，它既不是 S+ 級別的重工業古裝大 IP， 也不是極致低成本的短平快項目，而是處在中腰部古裝劇這一最尷尬的區間。而恰恰是這一類型正在當前平台策略中最先被犧牲。原因很簡單，體量大，成本回收週期長，題材熟，創新溢價有限，需要發酵與算法節奏不匹配。於是當平台資源有限時，這類劇集往往最容易被歸入可壓縮項。逍遙的命運並非個例，而是這一類型整體困境的集中體現。如今平台越來越習慣用效率來衡量一切，更新要快，反饋要快，回本要快，止損更要快。但影視創作從來不是一門適合急剎車的生意。一部劇的價值不只存在於首日數據，也不只體現在熱搜排名，它還存在於觀眾對角色的情感建立，劇情在時間中的沉澱，口碑的緩慢擴散。當這些都被快進鍵按掉，留下的只有冷冰冰的播放曲線。逍遙完結後，觀眾很快會被下一部新劇吸引，平台的排播表也會繼續向前滾動。從表面看，一切照舊，但問題在於，這種處理方式正在一點點消耗觀眾對長劇的信任感。當觀眾無法確定一部劇是否會被隨時加速完結，他們自然會選擇觀望，甚至乾脆等全集上線後再看。這種行為
又會反過來影響前期數據，形成惡性循環。最終被掏空的是整個長劇市場的穩定性。結語：逍遙不逍遙，但他不該如此退場。逍遙或許不是一部足以改寫行業格局的作品，但他也絕不該以這樣的方式退場。他拍過、演過，認真完成過製作，卻沒有被給予一個正常的播出生命週期。這種結局，與其說是作品的問題，不如說是當下平台邏輯下的必然結果。當是否值得被耐心對待，完全由數據及時裁決時，任何一部劇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逍遙。而觀眾所期待的，不過是創作者的努力能被完整地呈現在時間裡。